嗨，我是金本正义。本节课我将带你一起跟《经济学人》学做专业的数据图表。众所周知，《经济学人》这本杂志自1843年创办以来，一直畅销不衰。除了它有犀利的观点和严谨的分析之外，它还特别擅长用专业精美的图表来做佐证。通过我对《经济学人》过去3年的这些图表进行统计，我发现使用最多的图表有折线图、面积图、条形图、柱形图、堆积图以及地图。那学好这几种图表，你就可以轻松地搞定80%的数据可视化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些图表的制作方法吧。在开始制图之前，咱们先说2点。首先，一个比较全面的图表通常有标题、数据来源、注释以及最重要的图表部分。第二，那咱们可以先设置一下色彩和字体的搭配。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在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再去制作了。那我在这里已经制作好了主题，你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双击安装这个主题，就可以使用里面《经济学人》的色彩搭配。咱们可以将这些图表分成3类。那首先我们来讲使用最多的一类，折线图、面积图。为什么要把这2个图放在一起讲？因为它们俩非常像，甚至可以结合。好，咱们先来看折线图，选择折线图。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点击确定，就可以插入一个折线图。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大小和位置。我们把不需要的部分直接选中，按 Delete 就可以删除掉。可以看到现在有3条线，那我想删掉其中2条，我们可以选中系列2和系列3，然后右键删除即可。好，我们把这个图表也给它关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这条线条。可以看到现在这条线条它是直线，那我们还可以将它变成曲线。那我们只要选中它，在下边可以勾选一个平滑线。那它现在就变成一条平滑的曲线了。好，那除了这里有线条，我们看到这里还有4个标记。那如何选中这些标记并且修改它们呢？好，我们只要来到填充，默认的是线条，那我们点击标记。好，然后点开下边的标记选项，现在是无标记，那我们可以选择内置。好，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形状，我们选择一个圆形，将它调大一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我们还可以给它更改色彩，我们选择纯色填充，给它变成红色，把边框取消掉。现在我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图表，看起来非常简洁优雅，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加酷一点。我们可以复制一个经济学人的 logo， 将它缩小 ，Ctrl X 剪切。好，我们点击这里的标记，点击一下是选中所有的标记，再点击是选中单独的标记，然后按 Ctrl 加 V 粘贴，就可以将这个点替换成图片。好，我们再来看坐标轴。那可以看到这里的坐标轴是在右侧，那如何将它调到右侧呢？这里的操作比较反直觉。那一般我们认为要调整这个坐标轴，那我们要选择它，但是实际上不是，我们要把它调整到右侧，我们要选中下边的坐标轴，然后我们来到坐标轴选项。好，打开坐标轴选项，我们给它选择一个纵向坐标轴交叉。好，选择最大分类，就可以将这个纵轴移动到最右侧。那如果你想移动到其他位置，那你可以在这里输入数值，然后反复的进行校对。好，我们还是给它移动到右侧。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坐标轴。我教你一个小技巧，看别人的图表有没有搞鬼。怎么搞鬼呢？经常有人觉得这里的图表变化不那么大，想给它变化的大一点，他就会把下边给它截掉一块。那怎么截掉呢？好，那只要在最小值这里给它变大，可以看到下边就被截掉了，这样看起来就波动比较剧烈了。像《经济学人》这种比较严谨的杂志，那一般不会用这种小技巧。好，那我们返回一下，那下面我们来调整它的疏密。现在是0.5，我们给它改成1，现在就变得稀疏一些了。
好，那这个折线图我们就做出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面积图。好，我们就选择第一个，点击确定。好，插入进来之后，我们还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删除掉。好，这里有2个系列，我们把第2个系列选中，右键删除。好，下面我们来更改面积图的颜色。我们可以选中这个色块，在颜色这里可以直接更改。好，那现在是纯色填充，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渐变填充，这样看起来会更加艺术一点。好，那这就是 Excel 面积图能够做到的。那可以跟左边对比一下，那人家这里还有一条线，咱们这里没有这个线的选项，那怎么能给它也添加上一条线呢？我们可以右键编辑一下数据，我们把系列1的数据复制粘贴一下，好，粘贴在它的旁边。你可以在这里更改一下名字，就叫辅助吧。然后我们选择更改图表类型，在这里选择组合图。好，可以看到，那这里系列1、系列2有2个不同的图表。我们把系列1改成面积图。好，那系列2它是折线图，所以我们就不做更改了。点击确定，那这个效果基本上就做出来了。下面我们来更改一下坐标轴的位置，我们把这个纵轴给它移动到右边来。那我们选中横轴，来到坐标轴选项。好，在这里纵标轴交叉，我们选择最大。这里是最大日期，那它就移动到了右边来。好，我们再来看这里的刻度线实际上我们刻度线跟经济学人的刻度线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刻度线现在是外部，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内部，现在是朝里的。好，还可以选择交叉，是穿透的。我们再来讲一下下边的横轴的显示。好，如果我缩小一下这个视图，那它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不想让它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让它像经济学人那样空过一些。好，那我们还是来到坐标轴选项。现在单位是1天显示一个，那我给它改成2天显示一个，这样它就会空掉一些。好，那这个效果基本上就做出来了。再来看条形图、柱形图和堆积图。那由于条形图和柱形图只是方向不同，所以我们就以条形图为例进行讲解。那柱形图的操作可以类比出来。好，我们在这里插入一个条形图，把不需要的部分删除掉。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逆序排列。我要把类别4移动到下边来。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坐标轴，来到坐标轴选项，在下边选择逆序类别，那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勾选逆序类别的时候，那这里的刻度线就到了上边来。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想要的效果。那如果你想把它放到下边来怎么办呢？可以在这里选择最大分类。好，我们还是给它选择自动。那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个类别怎么办呢？我们点击任意一个数据条，它是选中所有的，然后再次点击就可以选中单独的。好，我们给它更改一个色彩。再来讲下一个知识点替换为图标。我们上节课还留了一个作业，如何做出这种效果来？那下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这个作业如何制作。好，我们选中这个小车Ctrl 加 C 复制，然后选中图表的数据条Ctrl 加 V 粘贴，变成这个样子。不要怕，我们右键打开设置数据格式。好，然后来到填充。现在是伸展，我们给它变成层叠或者层叠并缩放。好，那层叠是这个效果，层叠并缩放。那我们上节课是用层叠并缩放来做出了一个我们想要它展示多少个图标的效果。那这节课我们来展示一下如何用层叠做出我们想要的效果。现在我想让这个数据跟真实的图标对应上，那比如显示 0.6 辆车，显示 3.7 辆车，那怎么做呢？好，我们把这个图表往右拖动，那直到给它拖动出跟真实数据对应上。好，那接下来我要强调这个最长的这个数据条，我想把它变成绿色，怎么操作呢？那我们先把这个小车给它变成绿色。
然后我们 Ctrl+C 复制。好，来到这个数据条，我们点击一下，选中所有数据条，再点击选中单独的，然后按 Ctrl+V， 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堆积图。堆积图实际上还是在条形图里。好，我们选择这一个，插入进来一个堆积条形图。那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数据删除掉。好，我们调整一下大小和位置。好，下面我们来把刻度放到上边来。那我们选中这个纵向的坐标轴，然后来到坐标轴选项最大分类。那这个横向坐标轴的刻度就移动到了上边来。好，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图例，给它变成竖向的。好，我们只要调整一下，那它会自动的进行排版。我们给它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然后我们给它填充一个形状颜色，让它跟背景色相一致。好，那这样我们就模仿出了这个图表。再来看另一种百分比的堆积图，那我们还是来到条形图，选择百分比堆积图。那我们把图表关掉。下面我们来添加数据标签。好，在这里点击一下，然后右键添加数据标签。好，现在看不出来，是因为它颜色太深了啊。我们选中它，给它换成一个白色。然后我们再把其他的2个数据标签都添加上啊，都是选中，然后右键添加数据标签啊，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经常使用的饼图在《经济学人》杂志却很少使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饼状图的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它主要展示单一变量在总体中的占比关系，而且如果一次性展示太多的数据点，就会让人眼花缭乱，那容易看不明白。所以不妨用别的表格来替代饼状图吧。最后我们来讲地图。那地图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之前版本的 Office 很难找到可以编辑的地图素材。那还好最新的版本支持了 SVG 格式。那比如我们要找意大利的地图，我们直接来到搜索引擎上搜索意大利地图。输到这里它就出现了提示。好，我们在这里找 SVG 格式的地图。那维基百科的是比较靠谱的哈，我们点击 Download。好，然后下载这个全尺寸的。然后给它右键另存为本地即可，将这个 SVG 格式的地图复制粘贴到 PowerPoint 当中，然后在形状格式将它转化成形状。好，那要给它添加颜色，那我们只要选中它，然后给它更改填充色，好，更改轮廓，给它变成一个白色。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地图啊，它的区域分得比较细。好，那也许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更大范围的地图。好，那下边我们就模仿左边的图表，给它做一个效果。好，我们选中这个岛屿，然后给它填充一个色彩，再把轮廓线取消掉。好，那加一点点耐心，这个地图效果并不难。好，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了。那这节课我们跟经济学人学做了数据图表的制作。那我们可以将它们大体上分成3类。那第一类是折线图和面积图。那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组合图，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第2类是条形图、柱状图以及堆积图。还有第3类地图。那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咱们下节课再见。